来吧。SW01 放大的 SS 的外传救护车，其实啊，这个模具可以说当时非常好玩啊，这就感觉像是大爷的那种国宏大爷的那种大开大合的设计了，而且里外面的各种运用翻转，胸口里边藏的这些板件，又让我想起来联警的那种味道。所以说，我很怀疑啊，这款救护车的原设计不是大爷就是联警这一类老一辈的官方设计师们，所以对这个模具我相当的感兴趣。但可惜是啥呢？这个模具当时成本控制太厉害了，盒子其实并不大，里边是人形的包装。说明书是一张彩色的正反纸，变形指示倒还是比较详细的。整体来说呢，加了很多的涂装啊，360度环视一下，其实可以看到点缀了非常多的细节。而且这些点缀的细节其实并不讨厌，有很多国产第四方的玩具啊，其实在增加这些涂装细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完了以后会很傻，就是做完了以后莫名的就把这个玩具的素质给拉下来，或者说档次拉下来了，就很廉价的那种涂装。而这一次这个放大救护车在这些细节点缀上面，我觉得还行，还不错。尤其我喜欢这半个透明玻璃上面的这些细节点缀。而包括侧面这里的一些遗印了、花纹了，包括后边的车尾灯都给你涂出来了，放大了以后细节又不缺失，很漂亮。那我们来把它变形之前呢，可以先把这个大枪摘下来。大枪这回内置了电池，虽然还是原先的那个造型啊，但是它把中间透胶空洞的地方给你填起来，加了灯组。打开以后里边是蓝色的常亮灯，开关在这里，好亮啊！变形非常有趣，但是拿起来其实这辆车还是挺有分量的。身上虽然说只有2个脚板是合金件，但是呢它大，板件也厚，拿起来很压手。推车滚动也不错，轮子转的还是挺溜的，底盘这里也比较整齐啊。但是呢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这块门板和这块门板，包括这3块是有色差的。仔细对比，像这个地方，这地方是纯白色啊，可能外边的这一圈轮廓可能就有一点点发黄的感觉了。我估计是用料材质的原因导致的吧，因为这一块其实是一个蓝色的透明件，上面喷的白漆，所以说这一款的色差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开始变形，首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赛星的车门吧，两边打开，然后我们翻到底盘，把2个手臂和脚丫子中间有一个连接的卡扣，把这里拆开。因为尺寸变大了，所以卡扣的粗细也变大了，插起来还是非常紧的。变到这一步以后，这个地方的卡扣就很紧了，我们要使点力，把这个顶盖这里这个暗扣揪开，不好抠，因为它前后揪着筋。好，把这一块解锁开，然后跟这样往开掰，脱开这里的2个大卡扣，整体脱开。好，现在车屁股后边半个就延展出来了。我们先把腿部变出来吧。变腿部之前，把保险杠这里的2个卡扣也卸开，又一个大开大合，整个这一坨扔到上面去，不管它，延展出去。下方这里打开这个脚板。里边这个零件是弹簧的，自动会弹开，在变成车型的时候是要把它夹在一起，这是有改动的地方。翻折出来以后，再把脚丫子翻下来，这个轴挺紧的，是个8棱轴，脚丫子是合金件，这左右有接地的。然后根据大腿的根部这里旋转180度，转到这一侧来，脚丫子90度先折下来，然后大腿旋转180度，翻到这一侧去，腰部拧180度中间的转轴，然后看腿肚子后边这里，这是一个改模的点，它在这里增加了个弹簧片以及里外翻转的轴，目的就是为了堵这个窟窿。官方的原版这个地方就这么空着，在往里折之前，你先把它夹平了，然后把这里卡到位，卡到位以后再松开，
弹簧就会直接把这块板子顶起来，填补了腿部这里。当然你在膝盖转动的时候要稍微压一下，这里就弹簧缩进去了，纯粹是为了挡肉。然后外侧的这个假轮子滑道往里推到底，内侧的真轮子往起旋转立起来，一条腿现在就变完了啊！360度，看看包裹的严严实实，再也不会有大的窟窿出现了，很漂亮。这条腿我们继续变，先捏着弹簧板把它折到位，这边有个卡扣啊，把这个卡扣一定要卡到底，然后这个板子才能自动的弹起来，不然里边会卡到边。滑道滑下去，里边的轮子竖起来。这两条腿改动了一点点的小细节，但是改完以后的效果非常棒。上半身这里先把两条肩膀、胳膊的这个地方左右的延展打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胸口的这一大块，我们把这个红色的部分藏到里边去，往下扣一点点，扣到底，边缘它会靠这个夹角处把它锁定住，就掉不下来了，很结实。再然后往里放，往回折叠，折叠到这个幅度的时候，180度大反转，把后边这个带尾灯的盖子折到里边去，就变成了胸口内侧一块。然后这一块再往上贴，让上来。下方这里腰部会出现一个大的卡扣，对准中间的一个暗槽锁上去。两个肩膀继续往后包，包过来以后，这个地方的卡扣连接背部，让这块造型刻画非常漂亮的板子做成了它后背的装饰零件。然后脑袋再钻过这个板子，把这一块扣下来，挡上上边的窟窿，胳膊放出来。这个盖板是新加的，官方原先这里是没有盖板的，直接往出翻手，所以小臂会很空很空。这回加了个盖板，堵起来，美观了。把枪一拿，好了，这款救护车变形完毕就是这样了，非常漂亮，给我感觉变完了以后，身上又把这些空洞填了起来，再加上我们刚才在车型上面看的增加的那些涂装的细节，也能在人形状态下起到一个很好的点缀。腿后边这两个板子加的非常的精彩，把原先的那个大的偷胶空洞腿完全遮盖了起来。小臂这里的偷胶也有盖板给你堵上了，同时它做了这个假轮子来回的这个抽插，也算是变形多增加了一个步骤吧，让变形可能更好玩一点点。手可惜并不是那种可动的手，只是一个这样造型的洞手，它是为了握那个原装的枪。但其实如果说放到这么大的尺寸，可以考虑做一个可动手来。然后我们把枪灯再给你点亮，同时还增加了灯效。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东西用料挺厚实的，加了合金件，加了灯效，改了偷胶空洞的地方，本身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模具。这款救护车真的挺推荐的，喜欢玩电影的玩家，或者说你对外传这些角色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们，这个救护车真的非常原始设计，变形就非常好玩，人形也够帅，两个形态兼顾下来效果又很好。官方原版的问题只是因为成本控制，把它身上的一些东西给你阉割了，涂装阉割了，堵孔的盖板阉割了，但底子真的好。现在呢，第四方把它放大了，精涂了，又把这些原先官方成本控制的东西全给你改回来，那这个东西相当不错啊。再说价格也不贵，今天咱们老马那边薅下来的羊毛105块包顺丰，那105块还包顺丰，这么大一个救护车，变形这么精彩，完全值得推荐。比这个 MP 的还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但整体的身体壮硕程度自然是这个电影造型的会更宽阔一些了，人整体会感觉更壮，上半身这里会更粗。但其实这些细节真的不缺失，背包非常干净，这是原始设定很好的地方。后背这里该堵的这些空洞啦，这些弹簧的板啦，都给你弄出来了。
其实我们印象中，很多时候这国产第四方放大以后，它在脸部会进行一些改模，然后嘛，美型上面就差了很多的意思，脸会做得很丑。这回的救护车不能说它做得漂亮吧，起码没有崩得太厉害，不是很难看，效果还行。其实脸上涂了银漆以后，脸部的这些细节刻画也很到位，包括肩部的这些细节勾勒的板件，胸口的涂装处理，腰部这里的金属漆，包括膝盖这里。缺点就是第一个它没版权，第二个身上的这个白色板件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色差的情况，所以呢这一款大概就是这样了，相当不错，很推荐。